老六啊，老六，我和韩香平日里待你不薄啊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有什么你冲我来呀，老六！大六娘，那个便是。他明明是个人。这老六是医馆的仆从，在这里10几年了，向来老实。方才突然就发了疯，拿着菜刀乱砍人，将医馆的女主人给砍死了。若不是官差赶来，还不知要死多少人呢。这老六啊，平时见人杀鸡都绕道走，这突然疯魔，不会是妖物上身了吧？妖怪吃人了！妖怪吃人了！让开，让开！吃人！做妖真的好忙啊！妖怪吃人了！让开！妖怪吃人了！救命啊！站住！救命！妖怪在哪儿？妖怪在后面，后面！大人，我儿今晚洞房花烛，这酒喝到半夜，刚送进洞房啊，就听见屋里一声惨叫。待我们寻过去的时候，这屋里只剩我儿，不见新娘子了。可曾见到妖怪？不曾。是谁掳走了新娘子？是妖！你想清楚再说，好叫官爷帮你寻回娘子啊！带我们去洞房。走过来，走。还看吗？八成又是谋财害命，嫁祸到妖的头上。恐怕是没这么简单，我倒想去看看。娘在呢啊！哎呦呦，疼啊！您看看，您看看，您看这地上的血，啊，还有这窗户，这不是妖，那能是谁把个大活人给掳走了呀？是啊，这虎豹它也进不了城啊。没看到尸首之前，只能说是失踪。待我们细细勘察，才能最终定案。啊，这血流了这么多，这人也活不了了。不管发生什么情况，得等我们勘察之后才能定案。是，哎，这金家这小子八字可真硬啊！2年前就娶过一个，哎，刚拜完堂没几天，这新娘子就不见了。那难不成也是被妖给吃了？就是啊，难道真被妖给吃了？不可能吧！走吧，破案了。那老两口都没看见新娘子是如何不见的，不去找人，便认定新娘子已死。这新郎官更是满大街的嚷嚷妖怪吃人，生怕别人不知道。官差过来问话，他们吞吞吐吐，支支吾吾，答非所问，压根就不想去寻新娘子的下落。还有啊，那洞房破破烂烂，但置办的家私器皿却很值钱。若是新娘子真的被妖怪吃了，为何她的头面还好好的放在桌上？墙上、地上都是血迹，为何只有那一床锦缎的被子干干净净？那些值钱的物件都是新娘子的嫁妆，除了明面上摆着的，他们肯定也给了别的。把这些嫁妆换成银子，够他们一家改名换姓，重新换个地方生活的了。你也听说了，新郎在几年前也娶过亲，新娘也失踪了，作案老手罢了。你说你从未出过宫门，可为何会对这些世俗的龌龊手段如此懂悉？反倒像是在市井中活了很久的样子。我书读得多，人心世道书里都有写。眼下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找到新娘子的下落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你说的或许都对，只是漏了一点。那洞房里真的有药，而且不止一只。我怎么没看见？在哪里啊？在哪里啊？有时候你眼睛看到的未必是真相，
真相或许另有隐情。我们打个赌啊，我去找医馆命案的真凶，你去找那个新娘子的下落，比比谁快。赌什么？赢的让输的做一件事情，输的不可拒绝。好，拉钩。你岳父进来可好？公子和他老人家相熟啊？完全不认识。公子无病，就不要戏耍在下了。亲手将自己恩公的女儿送去见阎王，良心究竟去了哪里啊？他杀的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根本听不懂。从一个2把刀的江湖郎中做到现在城中最大的医馆，全靠你那富商岳父支持。如今，你和别的女人偷情被你夫人发现，你生怕你夫人告诉他父亲，你便利用你的仆人老六，你给他熬补药，说是要强身健体，实则让他失眠加重，让人兴奋，甚至产生幻觉。你非常清楚，一个人几天不睡觉，很有可能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于是你便和你夫人大吵一架之后，把他和精神崩溃的老六关在了一起。这个便是你给老六开的药方。你信口雌黄，胡说八道！哼，全身上下就嘴最硬，非要我把证据一样一样摆出来吗？你说，我身正不怕影子斜。你驼背佝偻，身上有陈年旧疾，一激动就咳嗽，这都是早年落下的病根儿，说明你出身贫寒，连小病都治不起。还有你那手绢，一看就是女人用的，上边还有胭脂的痕迹，不过是新的。这说明和你偷情的那个女人，你们俩在一起的时间3个月左右，现在已经没有刚开始的那种紧张和顾虑了。她已经可以在你这儿留下一些提己物件了。提到你岳父，你紧握拳头，说明你愤怒；你挑眉，说明你警惕和惧怕。但是你对你妻子过世没有一丝丝的心痛。那床褥很松软，一看就是天天住在这里，跟你夫人应该分居很久了。这桌子、这椅子上的砸痕还很新，为何？关键走了，快点走啊！我不去，外面都行，我哪儿都不去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，快！由不得你了，快走！救命！别把人招来！假装细软都已到手，为何还不走？外面都行，我哪儿都不去。你说你怕妖，那你又是什么？我还能是什么？我自然是人。是吗？妖叔，你们在骗我！你们在骗我！妖叔！别再骗自己了。我儿不怕啊！你们一家都是镜花鼠。二位可是捉妖的仙家？
我们一家于人世间行走，并未伤害人性命，求二位仙师高抬贵手，放我们一条生路。我乃万妖之王红叶，我的职责便是守护天下妖族，所以我便已看出你们的原形。但见令郎神志不清，甚至分不清自己是人是妖，他为何会变成这般模样？还有，你们不在林中好生修炼，却混迹到人族，招摇撞骗，苟且度日，所为何事？妖王容禀，本来我们一家3口是如您所说，在山中安心修行。10年前，我们夫妇2人出外觅食归来，发现我们的家园被人族入侵，他们毁山伐木，可怜我们灵力低微，无法与之抗衡。不光家园被毁，连我儿也便寻不见。但我们坚信，我儿他一定尚在人世，于是我们便化作人形，来到人族的领地，寻找我儿。辗转多年，总算有了点眉目。原来我儿竟是被一富户买去，那小少爷将我儿当作宠物圈养了起来。我们也想救孩儿，可是他们院墙上贴了驱妖的符咒，我们进不去。于是我们便只好在附近等待时机。3年前，那户人家搬走了，我们才进得院中，寻到我儿。可是直到这时，我儿他已失了神智，不但不认爹娘，还将那富户一家当作亲人，每日哭哭啼啼，要去寻亲。我们想了很多办法，可我儿始终不相信自个儿是妖啊，一定要去找那户人家。我们也是没办法了，就吓唬他，说他人间的爹娘被我们吃了，如果他不听话，就把他也给吃了。我儿浑浑噩噩的留恋人间，不肯回山野去。可在人族的地盘是需要银子的，我们夫妇带着他很是艰难啊。前2年有户人家相中了我儿，非要把姑娘嫁给他，可结了亲才知道那姑娘有意中人了，他爹娘不同意，就只能拿我儿棒打鸳鸯。我们也是成人之美，就让那姑娘和意中人私奔了，回首给了亲家一件血衣，就说那姑娘进山采药，被妖吃了。那姑娘为了感谢我们，就把嫁妆留下了。所以当你们再缺银子的时候，你们就再替你们儿子寻一门亲事。我们只求财，不害命。那小翠本是大户家中小妾所出，从小备受家中人欺负，她早就想离家自谋生路。我们求财，她求个自由。生而为妖，却把罪责全都栽赃在妖身上。这人族的无头案大多都怪在妖身上，多一个不多，少一个不少。你怎么不学点好啊？那你们往后打算怎么办？本来我们一家3口在山中修行，逍遥自在，只恨那人族入侵，毁了我们的家园，害得我们骨肉分离。现在家不成家，非人非妖，每天还要提心吊胆过日子，生怕被人族发现我们是妖族。我们2个老的性命倒不算什么，只恐有一日我们去了，留下我儿在这世间，难以为活呀。谢谢。